这架飞机模型你一定没见过，它是世界上唯一一架可以垂直起降的运输机，由已经消失了的德国道尼尔飞机公司设计生产的 DO31。1967年第一次飞上蓝天，但是在1970年就被迫取消了，只在这个世界上呢留下了3架原型机。它的模型呢也很难找得到啊，似乎几家模型大厂都完全瞧不上它嘛。但是你看它又萌又狂的样子，就深得我的心嘛。那现成的又没有怎么办呢？就自己建模 3D 打印一个呗，简单喷个漆，我就着急着要跟你分享了啊。为什么我说它又萌又狂呢？萌的是这圆溜溜的脑袋上还加了一个像匹诺曹一样的长鼻子，机身很粗，翼展不长，吊舱挂了4个体积还巨大，就让整架飞机看起来有种 Q 版的即视感嘛。你看我这架兰开斯特的模型呢，就是 Q 版的啊，感觉是不是出自同一家生产商呢？好，那狂又狂在哪儿呢？狂在它的身上啊，一共装有10台发动机。是的，10台，虽然数量比它的老大哥同样也是道尼尔整出来的，装有12台发动机的水上飞机 DOX 少了2台。但是在拥有最多发动机的飞机的排名上呢，也是榜上有名的嘛。咱们来看看啊，机翼下方挂着的这2个巨大的家伙呢，就是跟英国的钥匙一样罗罗的飞马涡扇发动机了。每一台发动机的两边各有2个这样可以旋转的喷口，起飞和降落时会转到垂直方向，用来提供辅助的升力。而当飞机升起来需要平飞的时候呢，他们又会把喷口旋转到水平的方向，提供全部的推力。好，正常的飞机有这2台发动机足够了吧？但它不行啊，滑跑或许还能起飞，但垂直就免谈了啊。所以在2个机翼尖端呢，还必须要再装更多的发动机才行啊。两边各4台，一共8台罗罗的 RB162 升力发动机装在这个里面，只是为了让它能够离开地面。其实它是有盖子的啊，只不过我在模型里将它省略掉了。理论上升到空中去之后呢，这2个结构就完全没有用了，所以会将舱盖关上，尽量的减少空阻。尽管其实也减少不了多少啊。是的，这个呢就是它的问题所在了啊。虽然圆圆的肚子里面能够装下3辆吉普车或者一整排的士兵，但是这10台发动机外加其携带的大量燃料，其中的绝大部分呢都用在了只是将自己的结构抬起来而已。换句话说就是啊，作为运输机它是很不合格的。你又不是火箭，没有理由把自己的有效载荷缩小到跟人家同样的水平上嘛。那你有没有想过，他一开始为什么就非想要垂直起降呢？因为那是一段历史上的特殊时期嘛，冷战，双方都很怕对方把自己的航空命脉，那些又长又明显还有脆弱的水泥跑道给端掉了。那样你军机再怎么先进，数量再怎么有优势，都一点没有用了啊！这个确实是很尴尬。相比起2战时的螺旋桨飞机，现代的喷气式飞机啊，是又快又灵活，但是你对地面设施的依赖，不同样也可以把优势扯成了劣势了吗？于是在同一时期呢，大家都想到了同一个解决方案：垂直起降。英国、美国、德国、苏联都在研究这个玩意儿，就想着我要是一旦成功，机场跑道，拜拜，我要跟你们玩捉迷藏喽！随便找一块空地，咱的飞机就能够去打你咯。所以人家德国人考虑问题是很全面的。既然我战斗机都是可以垂直起降的，那如果不把为他们提供后勤保障的运输机也做成可垂直起降的，效果不就大打折扣了吗？不行，从这个角度讲啊 ，DO31 是走在了世界的最前面。但是河里面的石头真的是不容易摸得到啊 ！DO31 在很多方面的表现呢，其实都远远超出了以及低于了道尼尔的设想啊。超出去的是成本，人家装1台飞马发动机的钥匙呢就已经贵得离谱了，你还敢装2台？2台还不够，你还要再用8台别的来凑，那钱一定是不会少花的。低于的呢是能力，就像我刚才说的啊，那么多的发动机，大部分呢都是在抬起自身的，能装的货能飞的距离真的是太有限了，极不划算嘛。另外安全性也是远低于正常的飞机了，极不靠谱呀。军方后来看到好像跟苏联也不太可能真的打得起来嘛，就丧失兴趣，不再愿意投入更多的资金了。而民用尽管他还真的是把飞机飞到了巴黎航展上秀了一圈，但顶多是收获到了很多的哇塞而已，没有人会真的为这个东西买单嘛。所以到了1970年他就不再继续了，世界上又少了一种奇怪的飞行器啊。